原来美国频繁遏制围堵我国，竟只是为了让中国遵守秩序。美国彻底暴露强盗本性，我军双航母举动大快人心。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接受相关采访时对外表示，美国目标是维持当前的国际秩序，不受到中国的挑战，但走向军事对抗却严重违背了中美两国的利益。作为美国新任的国务卿，布林肯可以说是在对他最有利的时候上任的。上一任国务卿蓬佩奥是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差国务卿，所以布林肯上任的压力并不大，比上一任做得好就行。不过没想到的是，国务卿倒是把昧着良心说假话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。此次采访说白了，布林肯就是在告诉外界，美国之所以现在对中国进行各种遏制及围堵，并不是针对，而是美国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则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。对美国来说，不仅仅是美国，任何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，该国都将挺身而出。前脚刚说完要维护国际秩序，以不受来自中国的挑战，后脚又强调军事冲突不符合两国利益。如此矛盾的言论，在分析看来，绝对不是字面上意思那么简单。美国如果说是为了维护国际秩序，那么近段时间的军机、军舰前往南海、东海等地区自由航行，且军机一度逼近南海领海基线20公里以内，也是单纯为了维护国际秩序？美国国务卿的言论不过是将巩固美国霸权换了套委婉的说辞，还倒打一耙，暴露了强盗的本性。不愿意军事对抗，却要中国守规矩，美国凭什么？是谁一直在践踏国际规则？外界都看得很清楚。此前，美国接连从各种国际组织和条约中退出，拖欠联合国会费，该国如今是哪来的脸要中国遵守国际秩序？总之，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，现在的中国可不吃这一套。疫情的爆发让美国彻底露出真面目，不再掩盖对中国的敌意。如果美军军机、军舰天天在我国家门口瞎转悠都不算针对的话，那我军双航母的最新动作也可以不算了。据悉，国防部官宣山东舰航母编队正在南海展开训练，这也就是说中国双航母将一起行动。在明知道美国针对我国挑衅叫嚣的背景下，双航母直逼美军，一方面是为了向美军进行施压，另一方面也是在练习远海战力。中国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如今的美国都快骑到中国头上来放肆了，再不有所回应的话，美军之后必定会变本加厉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面对美国这样的国家，只有强硬才是最好的回击办法。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就是最好的例子，我舰奉命撞击你舰，到现在都还是美军心目中的阴影。至此，我国也确实应该下定决心与美国对抗了。恩将仇报，印度人的恶意已经十分明显。巴铁一番话意外让其暴露，为何印度突然称要做好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准备？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目前印度疫情大爆发，引得全球广泛关注。而当中国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，暂时将中印边境冲突放置一边，全力支援印度抗疫之际，印度的表现却着实令中国心寒，上演了一出现实版恩将仇报，以德报怨。我们知道，印度最近的疫情泛滥，外界纷纷称之为印度正在遭遇一场100年一遇的危机，可见这一疫情危机的严重性。在这样的紧要关头，中国出手相助，也让不少人直呼中印关系或借此走向新阶段。但是事件的最终走向却出乎意料，印度人直接喊出了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。难道是中国做了什么触碰到了印度人的敏感神经了吗？真相一定令你们大为诧异，并不是中国做了什么，而是巴基斯坦将军的一番话。日前，巴基斯坦穆罕默德·阿克巴尔汗少将表示，不能轻视战争的可能性，巴基斯坦可能与印度爆发战争。据报道介绍称，日前印度陆军正在印巴边境地区部署有常规兵力，总兵力超过5个师，也即边境印军超过15万人，其中有1/6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。除此之外，印度还部署了一定数量的战斗机、航空运输单位等在印巴边境。特别是在如今印度国内矛盾尖锐的时刻，印度此举不得不让人有所怀疑。我们知道，在国内矛盾无法调节时，印度一向都乐于利用对外制造冲突来转嫁矛盾。因此，在看到印度此举时，巴基斯坦方面也表现出了相应的警惕，并表示，印度已经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对付我们。尽管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，但我们现在不能排除发生战争的可能性。
无论如何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让人疑惑的是，为何巴基斯坦做好与印作战的准备，却惹得印度人反应如此之大，直言要做好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准备呢？印度人是这样说的：未来我们的头号敌人永远是中国，巴基斯坦狐假虎威，总是因他们而膨胀，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。也就是说，印度人将巴基斯坦在边界的强硬姿态归咎于中国，认为这是中国给予的巴基斯坦底气。抛开这一言论的荒唐性不说，这直接将印度人心中对中国的恶意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在中国全力援助印度抗疫时，印度非但没有任何感激之情，反倒是又一次往中国头上泼脏水。可以说，印度的表现实在令人心寒。这也让我国再一次看清印度的真面目。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。对于印度，中国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如果印度继续在边境生事，中国也必将不会手软。中国不主动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宣示霸权在中国这碰了钉子，美军预告军事大动作后，中国的反应为何令美军大为失望？他们为什么毫无反应？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一直以来，建立在武力基础之上的美国军队霸权都是世界关注的热点。一旦美军方面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都会引起世界媒体争相报道。但是，为何这次中国的反应却令美国十分失望？他们疑惑地表示，竟然没有在中国引起什么反应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又为什么中国没有什么表示？据悉，日前美军预告将会试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。相信大家对这款导弹并不陌生。据悉，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是上世纪美苏冷战时期研发的，也是美国唯一还在服役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系统。从服役时长以及地位的特殊性，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一导弹是不同寻常。对于这样的军事预告，分析人士认为，美军在全球疫情背景之下，选择再次试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，很大程度上是在宣示自己的霸权威严不可侵犯。一方面，这一洲际弹道导弹是冷战遗留的产物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这次发射距离上一次试射民兵3导弹也才过去2个月不到。美军如此高频度试射冷战产物，背后必定有很大的威慑意义在。不过让美军失望的是，这一举动直接被中国无视了。他们所谓的霸权威严不可侵犯，在中国这里丝毫不起作用。美国媒体将这样的现象归咎于中美两国角色的逆转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霸权以及美元霸权活跃在世界的最中心，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或许成为了这一局势的转折点。外界纷纷表示，如今的世界正在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世界开始以美国为中心走向以中国为中心，也即所谓的中美角色逆转。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，美国越来越将目光转移到世界的东方，并开始不断的在各方面同中国展开较量。在国际交往中，美国更是频频对外提起中国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更是数不胜数。不过在美国看来，这些都还不够，他们开始撤出伊拉克、阿富汗等，以便更好地为其在印太遏制中国布局。他们甚至还通过一项与中国对抗的法案，正式拉起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帷幕。尽管美国并没有打心底里承认中国的崛起强大，但是从他们这样的表现中，我们可以基本认为是中国的崛起开始让美国慌神，让他们将目光都聚集到中国身上。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快，使得美国不得不高度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。反之，中国对自己的这种日渐自信，也使得中国越来越关注自己，而不是美国。因此，美国试射民兵3，中国没有反应，似乎也很正常，因为中国自己也有同一水平，甚至还优于美国的武器。相反，美国人会感到诧异才令人奇怪。